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如珍宝般璀璨的书籍《长日将近》The Remains of the Day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石黑一雄，一位杰出的日裔英国小说家。石黑一雄以其细腻的笔触、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叙事风格，在文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。他的作品常常跨越文化与时空的界限，深入挖掘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、记忆与身份认同，而《长日将近》无疑是其代表作之一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宛如一面镜子，清晰地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长河中的挣扎、抉择与遗憾。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匆忙的脚步，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思考那些被我们忽视或刻意遗忘的情感角落。对于读者而言，阅读这本书可能会带来一场心灵的震撼与洗礼。它或许会促使你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优先级，勇敢地面对那些深埋心底的未解之题，甚至可能改变你对工作、爱情、忠诚与尊严的看法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20世纪的英国，有一个名叫查尔斯·斯宾塞·卓别林的人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卓别林从贫困的童年一路奋斗，成为世界闻名的喜剧大师。然而，在功成名就的背后，他却经历了无数次的情感挫折与内心的孤独。在他的自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寻，以及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。就像《长日将近》的主人公史蒂文斯一样，卓别林也在人生的旅途中面临着忠诚与自我、职责与情感之间的艰难抉择。这个故事引发我们思考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平衡外在的成就与内在的情感需求？是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，还是勇敢地直面内心的真实感受？这正是《长日将近》这本书试图引导我们去探索的核心问题：一忠诚与自我迷失，史蒂文斯的困境。在《长日将近》中，主人公史蒂文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传统蓝管家，他忠诚、严谨、一丝不苟，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达灵顿府的服务工作。这种忠诚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人生的支柱，也是他自我认同的核心。史蒂文斯对达灵顿勋爵的忠诚近乎盲目，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达灵顿府的荣耀和勋爵的声誉。这种信念驱使他在工作中不断压抑自己的情感和个性。例如，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达灵顿勋爵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歧途，参与一些有争议的活动时，史蒂文斯虽然内心有过疑虑，但他依然选择无条件的支持勋爵。他将这种忠诚视为自己作为管家的最高职责，甚至将其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划等号。从理论层面来看，史蒂文斯的这种忠诚其实是一种自我迷失的表现。在心理学中，个体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构建过程，它涉及到对自身价值观、情感和目标的认知与接纳。然而，史蒂文斯却将自己的自我完全寄托于对他人和外在事物的忠诚上，忽视了内心真实的情感和需求。这种自我迷失导致他在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时，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在书中有一个经典的场景，当史蒂文斯回忆起自己与女管家肯顿小姐的感情时，他这样说道：我作为一名管家的职责，我所信奉的尊严之观念，都不允许我在那一刻流露出任何个人情感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。他深知自己内心对肯顿小姐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但在忠诚与职责的束缚下，他却不得不将这份感情深埋心底。这种忠诚与自我之间的冲突，正是史蒂文斯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。对于我们而言，史蒂文斯的经历是一个深刻的警示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同样面临着各种外在的压力和诱惑，可能会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、社会的认可或他人的期望，而逐渐迷失自我。我们可能会像史蒂文斯一样，将自己的价值完全建立在外在的事物上，忽视了内心真正的渴望和需求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在忠诚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点，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又要保持对内心真实感受的敏锐感知，不让忠诚成为自我迷失的借口，而错过与遗憾，人生的无尽悔恨。《长日将近》这本书中弥漫着一种浓厚的遗憾氛围，这种遗憾主要体现在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之间错失的爱情，以及他对过去人生选择的悔恨。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在达灵顿府共同工作多年，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默契和隐约的爱情萌芽。然而，史蒂文斯却因为对自身职责的过度执着和对情感的压抑，始终未能正视这份感情。肯顿小姐曾多次向他暗示和表白，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回避。例如，在书中有一个场景，肯顿小姐在夜晚走进史蒂文斯的房间，试图与他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未来的计划，但史蒂文斯却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安排，对肯顿小姐的情感流露毫无回应。这种错失的机会成为了他们人生中永远的遗憾。从逻辑上讲，这种遗憾的产生源于史蒂文斯对人生优先级的错误判断。他将工作职责置于个人情感之上，认为只有通过完美的职业表现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然而，
他却忽略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和重要性，错误地认为情感是软弱和不可靠的。这种观念导致他在面对爱情时，选择了逃避和退缩，最终错失了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感情。书中有一段肯顿小姐对史蒂文斯说的话：“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所希望的是你能主动要求我留下。”这句话充满了悲伤和无奈，也深刻地反映了肯顿小姐对史蒂文斯感情的渴望与失望。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爱情中苦苦等待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的灵魂。这种错过与遗憾不仅存在于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之间，也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。我们常常因为各种原因，错失了那些本可以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机会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了无尽的悔恨。对于读者来说，这部分内容能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我们或许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在面对爱情、友情或亲情时，因为犹豫、恐惧或错误的观念，而错过了与他人建立深厚关系的机会。通过史蒂文斯的经历，我们可以反思自己在人生中的选择，思考如何才能减少遗憾，把握好人生中那些重要的时刻。3. 记忆与自我认知，探寻人生的真相。记忆在长乐将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它既是史蒂文斯回顾过去人生的线索，也是他进行自我认知的重要工具。史蒂文斯在旅途中不断地回忆过去，他回忆起自己在达灵顿府工作的点点滴滴，回忆起与达灵顿勋爵和肯顿小姐的交往，以及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。这些记忆并非是连贯和清晰的，而是充满了模糊、矛盾和自我欺骗的成分。例如，他对于自己在达灵顿府所参与的一些政治事件的记忆，往往是选择性的遗忘或歪曲的。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自我认同的完整性。从理论角度来看，记忆并非是对过去的真实再现，而是一种主观的构建过程。我们的记忆会受到自身的情感、价值观和当前的心理状态的影响。史蒂文斯在回忆过去时，正是受到了他内心深处对忠诚、尊严和自我价值的执着信念的影响。他的记忆被这种信念所扭曲，导致他无法真正地面对和理解自己的人生经历。在书中有一个场景，史蒂文斯回忆起自己与肯顿小姐在花园中的对话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当时可能误解了肯顿小姐的意思。这个场景生动地展示了记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，它让我们看到，即使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在回忆中也可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记忆对于我们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意义。通过对记忆的反思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成长历程和内心变化。史蒂文斯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要学会以客观和批判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记忆，不被过去的错误观念和情感所束缚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自己的人生，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。4. 尊严与人生价值，重新定义成功。史蒂文斯所追求的尊严在书中是一个核心概念，也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。他认为管家的尊严在于始终保持优雅、冷静和专业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坚守自己的职责。这种对尊严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人生价值的独特看法。然而，随着故事的发展，我们逐渐发现，史蒂文斯所追求的这种尊严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成功观念。他将个人的价值完全建立在职业成就和对他人服务的完美程度上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方面，如情感、幸福和内心的满足。从逻辑上讲，这种对尊严和人生价值的理解是片面的。在哲学中，人生价值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，它涉及到个人的成长、幸福、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多个方面。史蒂文斯将人生价值仅仅局限于职业成就，忽略了个人的情感需求和内心世界，导致他在人生旅途中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动力。书中有一段史蒂文斯对尊严的阐述，在一位管家看来，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，就在于他能够划入他的职业角色，并且是全身心地。划入这句话体现了史蒂文斯对尊严的执着追求，但也暴露了他对人生价值的狭隘理解。它让我们思考，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，我们是否也应该关注其他重要的因素，如个人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同样面临着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义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，传统的成功观念，如财富、地位和权力，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质疑。我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人的身心健康、生活质量和精神追求。史蒂文斯的经历提醒我们，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不被狭隘的成功观念所束缚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。5. 人生旅程的意义，追寻内心的声音。史蒂文斯的旅程不仅仅是从达灵顿府到西部乡村的物理旅程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旅程。在这场旅程中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，尝试着去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。在旅途中，史蒂文斯逐渐意识到，自己过去的人生似乎都在为他人而活，为达灵顿勋爵，为达灵顿府的名誉，为所谓的职业操守。他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自己的人生意义究竟在哪里。从逻辑上讲，人生旅程的意义在于追寻内心的声音。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和挑战，而只有倾听内心的声音，
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史蒂文斯的旅程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，他开始摆脱过去的束缚，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在书中有一个场景，史蒂文斯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位美国绅士，这位绅士对生活有着独特的见解。他对史蒂文斯说：“你不能永远总是对过去也许会发生的事耿耿于怀。”这句话对史蒂文斯产生了很大的触动，让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沉迷于过去的遗憾和悔恨，而应该勇敢地向前看，关注当下和未来。人生旅程的意义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，它涉及到我们对自身存在的理解和对生命价值的探索。史蒂文斯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要不断地反思自己，勇敢地追寻内心的声音，不被外界的喧嚣和诱惑所干扰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综上所述，《长日将近》这本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、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独特的叙事风格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忠诚、爱情、记忆、尊严和人生旅程的精彩故事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，也让我们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勇敢地面对内心的真实感受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，不要忽视个人的情感需求和内心世界。在面对人生的抉择时，要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我呼吁大家阅读这本书，并尝试着去践行书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不被过去的遗憾所束缚，不被狭隘的成功观念所迷惑，勇敢地追寻内心的声音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：我应该看看我的人生，我应该说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已经竭尽全力了。无论我们的人生经历过多少风雨，无论我们曾经犯过多少错误，我们都应该肯定自己的努力和付出，相信自己，勇敢地向前走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。希望大家在阅读《长日将近》的过程中，能够获得启发和感悟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。谢谢大家。